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。这是截止7月7日的账户持仓表现。最近几天，我对自己的组合做了一次调整，清仓了持有的 ASML 股票。对于一家我持有了很长时间，而且一直非常认可的公司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。我从2024年建仓这只股票，已经持有了近2年的时间，清仓时有200%的盈利。我卖出 ASML，并不是因为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我依然认为这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。那么为什么要卖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次调整背后的3个原因，以及卖出之后我的资金是如何安排的。先说第一个原因，估值。ASML 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投资者都认可。但有时候，企业质量和投资回报率并不是同一件事。在我卖出的时候，这个股票的市盈率已经接近60倍，Forward PE 也接近50倍。这样的估值并不代表公司一定会下跌，但是它意味着市场已经给了非常高的未来预期。过去几年，AI 推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持续上涨，ASML 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。对于我来说，当一家企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时候，我同样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：市场是否已经提前1年或2年的乐观预期反映到了股价当中？企业变强了，预期也变贵了，这是我卖出股票的原因之一。第二个原因是仓位管理。我的组合里一直有比较高比例的半导体和 AI 相关资产，包括 NVIDIA、AMD、SOXX 以及清仓之前持有的 ASML。过去几年，这些资产表现都非常出色，但随着股价快速上涨，它们在我整个投资组合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过多的资金集中到了同一个方向。虽然这些公司的业务并不完全一样，但他们都受益于同一个大趋势：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投资。当一个行业在组合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时，我认为适当降低一些仓位，其实是在控制风险，而不是放弃机会。第三个原因是风险控制。过去几年，半导体和 AI 相关资产给我带来了非常高的回报，但随着股价的不断上涨，我投资组合中的现金比例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。当市场持续上涨的时候，这种影响并不明显，但如果未来出现大幅波动，现金仓位过低的时候，往往会让我的整个组合失去灵活性。现金确实是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一种资产，但它也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，它能帮助我们在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候拥有更多的选择。所以这次卖出 ASML 之后，将这一部分资金投入了 SGOV，我把它视为我的现金仓位。目前现金仓位的占比为约15%。SGOV 这个标的对于我来说，它是一个现金的替代品标的，因为很多券商账户里的闲置现金的收益率其实并不高，而 SGOV 投资的是美国超短期的国债，在保持高流动性的同时，通常能够获得比普通现金更好的收益。另外，也有朋友可能会问，既然买国债，为什么不买 TLT 这样的长期国债？原因很简单，我买 SGOV 的目标，并是去提高我现在仓位的现金比例和保持一个较好的流动性，而不是压住未来的利率走势。短期国债的价格波动通常比较小，而长期国债对利率变化非常敏感。如果未来利率发生变化，长期国债的价格波动可能会非常明显。而我希望这一部分资金承担的是现金管理的功能，而不是承担预测利率走势而去获利的一种功能。这次我清仓了这一只半导体股票，加仓 SGOV，也并不代表我看空市场。我的长期投资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，这只是一次关于估值、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调整。当一个行业在组合中的占比越来越高，当市场给予越来越乐观的预期时，我会选择适当降低风险暴露。
同时保留更多的灵活性，等待未来可能出现的机会。随着投资组合越来越大，我的仓位管理、风险控制和资产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以上就是我对于这次调整背后的思考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